晚上好啊，我是毛一方。今天我们讲南北大道一些奇怪的恐怖事件。很多人以为云顶最邪，嘎拉 highway 最危险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，在大马这条路才是死过最多人的高速公路。南北大道772公里长，几乎贯穿整个马来西亚半岛西海岸。但是这里有件事情要注意啊，就是如果你在路边看到行李箱，千万不要拿，不要去碰。为什么呢？先看这件事情。2023年1月17号早上，有一个马来男子，他一个人开着车走南北大道，经过447路段的时候，就是靠近拉旺南出口那边。他开着，眼睛就瞄到路边有一个行李箱，黑色的，大个，鼓鼓的，看起来就很像塞到满满的那种。如果是我看到高速公路有一个装到满满的行李箱，可能我会觉得是不是谁搬家的时候不小心掉在那边呢？里面除了衣服，会不会有金链，或者有什么其他值钱的东西？可能他当时也是跟我一样这样子想的，于是他就把车停在路边，然后就走过去看咯。结果这一看，估计他这辈子都忘记不了啊。金链他就没有看到，可是就看到行李箱旁边有一块肉，这么大块的肉，这么大，是不是很奇怪啊？而且又有一点腥味哦，越想就越奇怪。于是，在当天的11点40分，他就打电话报警。警察来到过后，打开那个行李箱一看，哇老喂，里面是一个男生的头颅，一个屁股，2个手，2个脚。外面那块肉是什么？是身体的上半段。一个好好的人竟然被人切成了7段，还丢在了那边。后来经过了1个月的调查，死者的身份确认了，是48岁的尼泊尔人。凶手呢是他的6个同事。当时他们就把他杀了后，就在这个仓库里面把他分尸，然后骑着摩托车带着行李箱，最后在这个地方丢了下去。为什么要杀他呢？这个死者其实是个保安，生前是在苏埃博洛的这个地方上班的。其实这个尼泊尔人很坏的，他以为自己来这边久了，以为自己做工做久了就比较骄傲，经常欺负人打人，还霸凌其他的同事。一直到12月17号的那一天，他的6个同事就忍不住了，最后就联合起来一起把他给杀了，还分尸。其实有一件事情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了，为什么会留着一块肉在路边？如果是因为行李箱装不下，最少也把那个肉用一个袋子装起来吧，要不然骑着摩托车手抱着一个胸肉这样子走，不是很奇怪？他就不怕被别人发现？还是讲他是故意的，变态到杀人都不可以满足他的快感，是刻意把它露出来的，就有一点像在炫耀的感觉。其实南北大道也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，可能他们是死于仇恨，可能是为了金钱，但是有一个受害者从他出生开始就没有机会选择自己的人生。在2026年今年的1月份，在永平的休息站，女厕所的垃圾桶里面有一个连着肚脐的婴儿尸体，很明显就是有个人在厕所把它生出来后就丢在垃圾桶。唉，孩子可怜，母亲也可怜。在今年的6月25号，还有个更奇怪的事情，有个男生没有穿衣服，就这样躺在路边，一身血，一动不动的。你们讲是不是很奇怪？如果是讲他给人撞死的，那他的车呢？如果是被人杀死了，那么这个是谁啊？是和他一起走这条路的家人朋友，把他杀死后丢在那边。到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警方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。这些事情虽然恐怖，但是可能还是可以找到凶手。在南北大道上，其实还有一些事情到现在都解释不到的。有人经过了一个地方后，突然就中邪了。还有一个神秘的轮胎杀死了7个人。这条路上甚至还有一辆很特别的车，看到这辆车的人几乎都会发生意外的。不过这些事情我们过后再讲，我们先来看看这条路本身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在马来西亚2023年的车祸死亡率是
世界第3高的。沙特阿拉伯排第1，第2是泰国，第3就是大马。而南北大道就是贡献这个排名最大贡献的地方。这里的车祸率高到什么程度？根据南北大道总运营长在2023年4月所讲的数据，这条路平均每天都会撞35次，如果是假期，数量翻倍。你知道这个代表什么吗？意思是在这条路上面，每一天都有几十个人没有办法回家跟家人吃饭。这些车祸黑区非常的奇怪的，就是明知道那边危险，明知道那边容易出事，可是就是一直出事，根本阻止不了。有些地方还更奇怪，直直的路，没有弯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直撞死人，根本解释不到的。比如在2024年12月23号，就是平安夜的前一天，南北大道204公里处有一单严重车祸，一辆载着27个人的旅游巴士撞到了2辆罗里、2辆汽车，5辆车撞在一起，7个死，33个受伤。可是这个不是一般的车祸，因为有一件奇怪的事情，直到现在都破解不到的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当天晚上8点45分，有辆旅游巴士从吉打要回去新加坡，走着走着，突然发现路中间有个轮胎，当时根本来不及躲，就撞了下去。后来整辆巴士就失控，直接冲到反方向的车道那边去，后来就和那边的车撞成了一团，死的死，伤的伤。可是警察派人去到现场的时候，就发现不对劲，地上有车痕，有血，有玻璃碎，可是没有轮胎。找了很久很久，也没有发现那个所谓的轮胎。一个轮胎把人杀死后，自己悄咪咪的走了。不过不久后，有个很关键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。这个视频是在那场车祸的地点前5分钟的时候拍到的。根据行车记录仪，当时的确有拍到一个轮胎在路上，而在发现轮胎之前，有一辆卡车停在路旁边，给人的感觉就是卡车的轮胎突然脱落，所以它才停在那边。所以可能是车祸后，那个卡车司机就偷偷的拿回了自己的轮胎，然后就跑了。当然，这些也只是我自己的个人猜测。好咯，抛尸案和离奇车祸就先讲到这里。其实这条路除了这些以外，灵异事件还真的是很多很多的。最邪门的地方，我觉得应该是在椰壳洞附近的路段，因为那边的车祸死亡率是在全马排行第1的。以后有机会我再专门做一期那边的影片好了。最后再给你们讲一个在这条路流传了很久很久的都市传说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马六甲人叫阿华，他是在吉隆坡一间学院里面读书的。当时学校其实隔天就要考试了的，但是年轻人嘛，精力就比较旺盛，他就想着过去马六甲那边玩玩，放松放松，再回来考试。所以当天阿华就载这3个同学一起去到马六甲，大家在那边吃吃喝喝，这边走走，那边玩玩，一个不小心就玩到了天黑，玩过头了。这个时候他们才想起，明天有考试哦，所以当天的凌晨，他们4个人就一起从那边出发回去吉隆坡。凌晨嘛，路上就没有什么车，那时候他们就经过了马六甲一段很黑的路，整条路没有路灯，两边都是森林。阿华其实是比较有钱的，他开的车还是宝马 Mini Cooper， 车虽然很小，但是性能很好，加上他们就赶着回去考试嘛，所以就开到比较快，140、150，甚至超过160。这个时候他的后视镜突然就亮了一下，他抬头一看，竟然有一辆车在他后面追了上来，后来还贴着他车后面跟着他走。阿华一开始还以为是哪一个富二代半夜在飙车，他都开那么快了，竟然还有人贴着他后面走，那么阿华就更加用力的踩油门哦。可是后面那辆车还是紧紧的贴着他不放，整个后视镜就只是看到后面那辆车的车灯，而且对方还是一直不断的在那边闪高灯，感觉就很像叫他让开让开。阿华当时是有一点不爽了，
但是想了想，他还是放慢了车速，就打了信号灯，就闪去了左边，就让他超车咯。然后后面那辆车就超过他咯。可是就在这个车经过他旁边的时候，阿华就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太安静了，他完全没有听到对方的引擎声，速度都超过160了，引擎肯定是很嘈的怎么可能会没有声音？可是那辆车经过的时候，居然一点声音都没有，不要讲引擎声，就连轮胎声都没有听到。阿华就觉得很奇怪，他就转过头看了一眼，这一看他整个人都清醒了。他看到那辆车车头是四四方方的，造型很奇怪，不像是普通的车，一点圆都没有的，整辆车直直尖尖的，就有点像古老的那种四方车吧。车的漆也很奇怪，特别的鲜艳，可是又不反光，又有一点黄，就像是纸扎的。阿华当时就吓到忘记看路了，就一直盯着车看。原来这个车的座位上还坐着2个人，一男一女，可是那2个不是真人，而是纸扎人。纸扎人整张脸苍白苍白的，没有表情。然后他们就朝着阿华看，还向他们招手，动作很慢很轻的，轻飘飘的，就很像在叫他过来那样。阿华当时就吓到了，下意识的就猛踩刹车，然后拼命的摆动那个方向盘要躲开他。可是跑160这么快，突然刹车又摆方向盘，再好的车也顶不住，整辆车就被甩了出去，转了2个大圈。转着的时候还很清楚的看到路边的每一个灯、每一棵树和在车上笑的纸扎人。然后看着车尾就要撞到旁边那个防护栏了，很靠近，就差这么一点点。然后阿伟就紧紧的抓着方向盘，然后整辆车反过来，整辆车就反着走，直直的拖了一段很长很长的路。最后车子终于停了下来，整辆车横在路中间。阿华当时就头脑一片空白，整个人就在不由自主的发抖。车里面的3个同学在经过刚才猛烈的转动下也吓到了，全部人一时之间都讲不出话。4个人就这样一动不动，静静的在车里面。这个时候后面来的车看到阿华的车横在路中间，全部都吓到紧急的闪避，有一辆车还差点撞到他们，还好没有撞到。过了几分钟过后，阿华就清醒了一点，他就模模糊糊的把车移去路边。大家在车里面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还是没有人开口讲话。差一点车祸的确是被吓到了，但是刚才那辆纸扎车更恐怖，重点是大家都看到了，不是幻觉，不是1个人看到，是4个人同时都看到。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大家都清醒了一点，阿华就慢慢的开车出发了。他就慢慢开慢慢走，大概走了几公里，他们就看到前面有一个蓝红色的灯在闪烁。哦，原来是警察车。靠近一看，前面有一辆大罗里，整辆翻在路面上，车上面的货物全部掉完下来，到处都是。奇怪的就是这个罗里旁边没有其他车，意思就是这个罗里他是自己翻，没有撞到东西就自己翻了。阿华在经过那个翻的罗里的时候，他心里就想着，难道司机也遇到了那辆纸扎车？是不是和他们一样被吓到了，所以才翻车的？回想起刚才生死一线的情景，也不知道是倒霉还是幸运，大家都不敢再想下去了。最后他们也顺利的回到了吉隆坡。过后就有人讲，这辆纸扎车其实经常都会出现在那边呢，而且都是在凌晨，每次看到他的人不是翻车就是差一点翻车，所以大家每次经过那边的时候都不敢开快，都会特别的小心的。其实这个地方经常都会发生严重的车祸，这些车祸跟那个纸扎车有没有关系，没有人知道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，南北大道上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灵异事件，这个故事也只是其中一个，这里的怪事今天是多到讲不完的。有人晚上开车走着走着，突然感觉车后面很重，
有人在椰壳洞附近突然在跳舞，别人叫他，他完全听不到，就一直在那边跳舞。有人在那里看到一个穿着白色长袍到处流浪的人，有时候在桥上面，有时候在路旁，就很像在等着谁那样。有人在路上看到一个老婆婆，老婆婆经常在路边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在同一个地方转来转去，就很像一直在找什么东西。这些故事我们下次再讲，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记得如果路边看到行李箱，不要打开啊，打电话报警就好。